你想过没有，咱们每天前的一件特别普通的事，其实从头到尾都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一个骗了咱们好几千年的谎言。而且到现在为止，绝大多数人还被蒙在鼓里，觉得这事儿就该是这样。我说的这事儿，就是你现在可能正在准备做的事，睡觉。你肯定会笑，说睡觉能有什么秘密？不就是累了就睡，睡醒就干活吗？这有什么好说的？对，问题就出在这儿。如果睡觉只是为了让身体休息，那为什么非得失去意识不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非得在睡觉的时候给我们放那些乱七八糟比电影还精彩的梦？还有更诡异的，为什么有些人睡着了能自己爬起来溜达，自言自语，甚至做出一些清醒时绝对不敢干的荒唐事？科学家们研究睡眠研究了这么多年，你知道他们现在最尴尬的问题是什么吗？他们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咱们到底为什么必须睡觉？咱们人类不吃饭能撑几个礼拜，不喝水也能扛个3-4天。但你要是敢连续几天不睡觉，你试试看，身体马上就跟你翻脸，各种毛病全出来了。你知道史上最长不睡觉的纪录保持者是谁吗？一个美国高中生，为了搞个科学实验，硬撑了264个小时，也就是整整11天。结果呢，这哥们儿到后来已经完全崩了，开始产生幻觉，分不清哪个是梦，哪个是真实世界，整个人都快疯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睡觉这玩意儿不是你想选就能选的，它根本就是老天爷写在咱们基因里的生存必选项。可是更打脸的来了，如果只是为了让身体歇会儿，那为什么你睡着的时候，大脑里有好几个区域比醒着的时候还嗨，还活跃？没跟你开玩笑，当你进入深度睡眠，那些神经元不但没停工，反而开启了狂欢派对，疯狂的交换信号。这就引出一个细思极恐的可能，睡觉会不会根本不是为了休息？它背后藏着一个咱们完全想象不到的更惊人的目的。咱们先别急着往悬了想，来听听科学家们是怎么给咱们解释睡眠的。他们说，睡觉是为了帮大脑巩固记忆，把白天学的东西归档存好。睡觉还能当清洁工，把大脑白天堆的那些代谢垃圾给清理掉。对了，睡觉还能修复身体，长个儿、长肌肉，都靠它。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科学，特别靠谱？但我问你，这些功能为什么非要挑在我们断片的时候干？为什么不能让我们醒着的时候，一边刷手机，一边就把这些事儿给办了？咱们从老祖宗那会儿开始想，睡觉这件事，在当时简直就是在找死啊！你往那一躺，被周围的风吹草动完全没反应，这不就是给野兽送去的夜宵吗？在原始森林里，一个睡死过去的人，第二天早上就是别人家早饭。既然睡觉这么危险，进化论那个优胜劣汰的法则，怎么就没把这个要命的缺陷给淘汰掉？唯一的可能就是睡觉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大了，大到可以让咱们冒着被野兽叼走的风险，也要天天晚上来一次。这就意味着睡觉一定有一个我们还不知道的特别核心的功能，一个关乎咱们人类能不能活下来的终极秘密。我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理论，有些神经科学家觉得，睡觉的真正目的不是让大脑休息，而是让大脑进行一次深度维护。就像你的电脑和手机用久了会卡，需要重启一下，系统才能跑得更顺畅。咱们的大脑也一样，每天晚上都需要一次彻底的重启，而且这个过程必须在咱们关机的时候进行。为什么？因为这个维护过程，要是让咱们清醒的看着，咱们的精神可能会当场崩溃。你想想，你的大脑一天要处理多少信息？你看的、听的、闻的、想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声音，都会在大脑里留下痕迹。这些信息要是没人整理，全堆在那儿，
你的大脑用不了几天就会被垃圾信息塞爆，变成一个死机的硬盘。所以大脑必须在睡觉的时候当一回勤快的图书管理员，把重要的信息放回书架，把没用的广告传单统统扔进碎纸机。但这还不是最吓人的地方，最吓人的是梦。咱们为什么会做梦？而且梦里的故事为什么都那么荒诞不经，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你有没有在梦里凉起来过？有没有梦见过已经离开的亲人？醒来后枕头都湿了。你有没有在梦里去过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但里头的一草一木你都觉得特别熟悉，就好像回家一样？科学家们又说了，梦嘛，就是大脑睡着之后的随机放电，是一些没意义的杂波。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梦只是随机的，为什么那么多人有过梦见第二天考试题目这种预知梦？为什么有人能在梦里找到困扰自己好久的问题的答案？你知道吗？那个发现苯环结构的化学家凯库勒，就是因为梦见一条蛇咬住自己的尾巴，才恍然大悟，想出了那个六边形的环形结构。还有那个画出元素周期表的门德列夫，他自己都说，那个表格的完整样子是在梦里清清楚楚看到的。这些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你还能用随机2个字来解释吗？还有一种更神奇的梦，叫清醒梦，就是做梦的人在梦里突然醒了，知道自己在做梦，而且还能当导演，想让梦里发生什么就发生什么。有人就在清醒梦里练习弹钢琴，练习演讲，练习投篮，而且研究发现，在梦里练习的效果跟现实中练习的效果差不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梦可能不只是一堆虚假的幻觉，它也许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一个特殊的空间。而我们每个人每天晚上都会在睡梦中悄悄地去那个地方串个门。现在问题更大了，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我们去那里到底要干什么？有一个更大胆也更像科幻片的理论，睡觉和做梦其实是我们的意识暂时离开身体的出窍时间。白天我们的意识被牢牢锁在身体这个牢笼里，被这个物质世界困住了。但到了晚上，身体这个牢笼需要休息了，关灯了，意识就趁机打开门，溜出去放风了。它可以去探索别的空间，别的维度，去见识一些咱们用肉眼永远看不到的东西。听起来是不是像在讲神话故事？但你仔细想想，为什么全世界所有古老的文明都对梦这么看重？古埃及人觉得梦是神仙在给人打电话，传达重要的指示。古希腊人专门盖了好多梦神神庙，谁生病了就去庙里睡觉，盼着梦里的神仙能给开个药方。咱们中国古代也有庄周梦蝶的故事。一个大哲学家在琢磨，到底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呢？几乎所有部落里的巫师、萨满都把梦当成获取力量、跟神灵聊天的最重要方式。他们好像都知道一些咱们这些现代人早就忘光了的秘密。而且，你有没有觉得睡觉和死亡这2件事长得特别像？睡着的时候，你感觉不到时间，也感觉不到周围的一切，就好像整个世界都跟你没关系了。这种感觉是不是跟传说中的死亡有那么点像？你看古希腊神话，睡神和死神是亲哥俩，这名字可不是随便起的，古人早就看出来了。也许每天晚上我们都在经历一次小小的死亡练习，而每天早上睁开眼，我们都在经历一次小小的复活。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睡着睡着就再也没醒过来，因为他们的意识在那个别的世界玩得太开心，或者迷了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有一个更惑人的可能，有些东西
会不会趁我们睡着，意识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溜进我们的身体里？你听说过鬼压床吗？医生给它起了个名，叫睡眠瘫痪症。医生的解释是，大脑醒了，但身体的开关还没打开，肌肉还拦着，所以动不了。但是，但凡被鬼压床过的人都知道，那种感觉恐怖的根本不是动不了，你会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房间里还有别人，就站在你床边盯着你看。你会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脚步声、叹气声，或者有人在你耳边说话。你会感觉到有东西压在你胸口，让你喘不过气，心里充满了恐惧，觉得那个东西想害你。最奇怪的是，全世界各地，不管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大家被鬼压床时的描述都出奇的像。大家都说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都感觉特别害怕，都觉得有东西想伤害自己。如果这只是大脑自己产生的幻觉，为什么全世界几十亿人做的幻觉都长得一个样？有没有可能这根本不是幻觉？你想，我们的意识离家出走去玩了，我们的身体不就成了一间没人住的空房子吗？而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东西可能就喜欢趁虚而入，占一间空房子来玩玩。鬼压床可能就是我们的意识玩了一圈，突然回家，结果发现屋里已经有个人了的那个瞬间。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很多摄人的事儿都发生在咱们睡着或者快睡着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两个世界之间的门开得最大，边界最模糊。再想想咱们的生物钟，为什么咱们一到晚上就困，早上就自己醒了？有人说，这是因为太阳下山了，天黑了，身体就知道该睡了。但科学家做过实验，把人关在一个完全没有光线，不知道白天黑夜的地下室里，结果发现，这些人的作息时间依然保持着大概24小时一个轮回。这说明生物钟不是靠外界光线瞧的，而是早就刻在咱们基因里的，是自带的程序。就好像有人或者有什么东西在咱们身体出厂的时候就设定好了这个程序，到点了必须强制离线，必须去那个别的世界报到。一个更大胆更颠覆的想法来了，会不会我们白天的清醒才是真正的睡眠，而晚上的睡眠才是我们真正醒着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但实际上我们可能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某种存在，每天需要连接到这个世界来完成某种任务，就像上班打卡一样。就像你玩游戏，你在游戏里有个角色，但你并不是那个角色，你只是在操控它。你玩累了就退出游戏，回到现实世界休息。也许我们也一样，我们只是暂时在用这个身体，当身体累了需要充电的时候，真正的我就会下班，回到我真正的那个家。就能解释为什么很多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的人都说他们当时感觉特别平静，特别温暖，有一种强烈的回家的感觉。他们不是走向死亡，他们只是提前下班了。而睡觉就是我们每天一次的短暂的下班回家。如果这个理论是真的，那我们白天经历的这一切，我们觉得最真实的这个世界，可能才是真正的一场大梦，而我们晚上做的那个梦，反而才是真实世界的残留影像。听起来是不是完全疯了？但问题是，你怎么证明你现在不是在做梦？2000多年前，庄子就在发呆想这个问题，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人能真正回答。科学家看发现，人做梦的时候，大脑的活动模式跟醒着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
对你的大脑来说，做梦和醒着都是真实的经历。那咱们凭什么就认定醒着才是真的，做梦就是假的？所有古老的智慧，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别的什么，都在告诉我们一句话：别太把你现在这个世界当回事，因为它可能只是个梦，一个我们暂时忘了自己在做梦的梦。而醒过来的方法，可能就藏在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做的睡觉这件事里。今晚，当你躺下，闭上眼睛准备睡觉的时候，试试看，别把它当成一天的结束，告诉自己，我不是去睡觉，我是要回家了。带着这个念头，保持一点点清醒，慢慢的，你可能会开始记得更多梦的细节，甚至有一天，你会在梦里突然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在另一个世界里自由自在的飞翔。到那时候，你就会明白，所谓的梦和现实，其实根本没有一条清楚的界限。而你一直以为是真实的这个世界，这个你哭过、笑过、奋斗过、痛苦过的世界，也许真的只是一场你正在做的特别漫长也特别精彩的梦罢了。晚安，我是费米盲区，我们下期再见。